如果你认为白炽灯是最早的电力照明工具，那么我想你错了。其实还有一种电力照明装置比白炽灯出现的更早，亮度也更大，那就是炭弧灯。各位好，我是闲人炭，我这里有一件装置，里面其中就有一个简易的炭弧灯架，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呢？好吧，咱们逐步来试一下。既然是炭弧灯，那肯定选用碳材料，我就选一个自动铅笔的笔芯吧。貌似有点接触不良，给挂一个负重。这样的亮度显然是达不到炭弧灯的水准，还不到1分钟铅笔就烧断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吧。同样的铅笔芯，这种方式确实亮了许多。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？炭弧灯也叫电阻，找2根石墨棒削尖，然后两者接触在一起，因为尖端的电阻大，接通电流后，这个区域温度上升最快，石墨一高温就会与氧气发生反应，生成二氧化碳。就像之前的铅笔芯发热后越变越细，最终断掉。所以这石墨棒能一直保持尖锥形，以此循环往复，发出亮光。这就类似于烧电焊一样，石墨棒消耗很快，加上这灯调试很麻烦，当时只是小规模应用，最后被爱迪生所改进的白炽灯所取代。肯定有人会说，就这点亮度还不如 LED 灯珠呢。我这个就是意思一下。你要知道，老一代放映机用的就是炭弧灯光源，其光源强度绝对是毋庸置疑。那么我如何才能提高亮度呢？说来说去的问题，无非就是加一个高功率电源就能实现。等等，那个装置还没介绍完，这个也是一个炭弧灯灯架，属于 2.0 版本，把铅笔芯绑在铁棒上面，通过重力使铅笔芯与底座金属垫片接触，这样就能实现自动补料。这个是服务器电源，功率最高675瓦，我之前那个电源是36瓦，相差近19倍，我相信这次肯定会亮瞎眼。当然也少不了更粗的石墨棒，这个是高纯度石墨棒，各项表现都很优异，当然也能作画。我们都知道，目前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是钨，但是石墨的熔点比钨还高，在3600度左右。石墨虽然不是金属，但是也能导电。早期爱迪生在实验灯丝材料，因各种材料碳化，什么棉线、胡须竹子等等，通过隔绝氧气加热就能作为灯丝使用，本质上就是人造石墨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。接下来就是处理电源线的问题。为毛没电呢？没电很正常。像这样的服务器电源想要脱机使用，必须把2个触点短接。现在就正常了。
现在一切准备就绪。不要看这么粗的电源线就觉得很危险，我这个是12伏的，远在人体安全电压之下，只要不是用舌头去舔就没事。还是熄灯看看效果吧。旁边是一个小补光灯。主要还是接触时间太短了，亮度还没达到极限。现在我准备放到地上试试，室内开着2盏正常照明的2光灯，我把相机感光调低了，所以看得非常暗，主要还是怕等下过曝。效果还不错吧？具体我就不再做一个灯架演示了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，这玩意能不能当点焊机来用呢？这个我要先准备准备。那么趁着这段时间来看看视频开头前面的罐头灯泡，这也是为粉丝提出的建议，里面是几股细钨丝柳橙。然后点燃里面的蜡烛燃烧去除氧气，估计这样能撑不少时间。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旁边的半形物体了，这个只是临时做的可调电阻，上面缠绕的是一根铁丝。想要控制灯泡的亮度，就把线接在不同的位置。现在呢，我准备了2片剃须刀，看看能不能通过点焊的方式焊接在一起。效果确实不错，接触时间不能太久，不然就会烧穿。这20块的电源值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。下期做福打电堆，做完这电力装置的3部曲后，就准备开始新的科学实验系列了。